蘑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营养食材，但是您知道蘑菇中号称评菇王的是哪一种蘑菇吗？众多蘑菇中有一种既有鲍鱼的鲜味，又有杏仁的香味，您品味过它的味道吗？这种蘑菇就是杏鲍菇。本期健康新时代，丙大厨教您做不一样的杏鲍菇菜肴，让您在家就能吃到鲍鱼般鲜美的营养美味。不同种类的蘑菇都应该怎么吃？哪一种蘑菇最适合您？都可以在本期节目中获得答案。想要蘑菇吃的精彩，那就一定要关注本期健康新时代，精彩内容马上呈现。走进健康新时代，快乐生活吃出来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，我是大嘴。说起杏鲍菇，看到没有，就是大嘴手中拿着的这种菇类，它呢最近几年比较流行，也是刚刚兴起的一种菇类。但是它呢，因为味道有那么一点点像鲍鱼的鲜美的味道，并且吃起来口感厚实，很紧厚的感觉，非常受很多人的喜欢。那么怎么才能发挥出这个杏鲍菇最好的那个味道呢？今天给您请来的是中国烹饪大师丙大厨，欢迎我们的老朋友，欢迎。你好。那么杏鲍菇里面有多少营养呢？今天给您讲这些营养知识的，给您请来的是主治医师、医学硕士王静老师，我们的老朋友，欢迎。大家好。杏鲍菇啊，我们在市场上常见，跟它一起摆着的各种菇类呢，大嘴今天也拿出来几件，常见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您看哈，这里面有蟹味菇、金针菇、杏鲍菇、口蘑、鸡腿菇。大厨有个疑惑，这各种各样的蘑菇各适合做什么菜呢？比如说，咱说说这蟹味菇。蟹味菇适合于做一些清炒的，或者炒海鲜的菜。海鲜，你炒虾仁啦，炒那个鱿鱼花啦，这个做一些这个菜，或者炒鸡丝也可以。鸡丝就是不用加这个酱油的，就是保持它的原白色的，就是保持它本身带一点点蟹子那个味道的那种菇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这个味它倒没有蟹子的味儿，但是它这个因为它比较鲜，它就是这个比较鲜美，吃的比较嫩。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能用调味品破坏掉这个蟹味菇的味道。对，那我们这边这个口蘑呢？口蘑一般在西餐中是不是常见？西餐常见，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家也常见多。以前呢，就是一般就是不管鲁菜也好，粤菜也好，很多的菜系呢都用这个口蘑。口蘑吧，这个以前是用的主要是这个罐头的。那现在呢，这边就是用鲜的、新鲜的了。新鲜的，现在它可以做这个菜的也很多，比如说油焖口蘑啦，或者这个虾子口蘑啦，或者是这个口蘑炒什么炒肉啦，炒海鲜啦，或者炒什么都可以。就是说口蘑适合单独把它作为一个主要食材来烹菜。对，那我们这个鸡腿菇呢？鸡腿菇呢，它也非常鲜美，而且它这吃起来呢，它也有带一点这个松香的这个松香味。有点松香味，就是说像松树塔之类的。它长得呢和那个它这个鸡腿呢也跟那个松茸。跟松茸菇差不多，的确是。只不过它没有大的松茸菇，没有它那么没有它那么娇小迷人。对，它长得呢粗犷豪放，但味道呢也是有点松茸菇的那种感觉。有一点，也很鲜。这个菜呢，你做这个干烧的或者烧肉的，这或者是做清炒的都可以。那金针菇就不用说了，常见，包括我们平时吃的这些。金针菇现在是我们大众的一种。大众，包括香菇之类的都有，是不是？那今天我们的主角，咱这个杏鲍菇一般都适合做什么菜？它什么特点？杏鲍菇呢，它肉质是非常的紧密。没错，你看敲它的时候都能听到这个暄软的声音。对，你捏一下，它就很硬。没错，硬，里面就是肥厚，绝对不是那种空的那种感觉。没错，很实，而且它这个味道呢也很鲜美，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跟有一点点鲍鱼的那种鲜美的味道。那么这个菜呢，这个也有很多呢，就用这个雕刻出一些这个鲍鱼食品雕刻模样，素鲍鱼，素鲍鱼用它做的可以。那我们平时如果说正常的话，我们就热炒之类的都可以用它。对，这个切片也可以，切丁也可以，切块也可以，都行。这个炒是吧？炖，这个炸煎都行。杏鲍菇比较广泛。那好，那咱今天用杏鲍菇做什么菜呢？大厨，第一道是什么？第一道菜是紫薯酿杏鲍菇。紫薯酿杏鲍菇，这边跟紫薯一起来搭配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开始操作。第一步我们干什么？大厨，第一步先把这个杏鲍菇呢切成这个段儿。之前我们已经切好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都切成一大段一大段的。对，哇，这个切开之后发现里面还真是够实的，是不是？你看摸起来之后很有弹性，这就是这个杏鲍菇最大的特点。这杏鲍菇呢，现在北方、南方都有产。这个南方产的呢，就是这种质量就是比较好。没错，包括它韩式烧烤中烤起来也好吃。对，那个北方的呢，它就里面是很松的。北方是松的，吃起来这个差不多，但是这个
比起来的话就差一点。哎呦，没错。好，我们这边已经一大块一大块切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它炸一下吗？炸一下。说起这个杏鲍菇啊，是最近几年呢比较流行的一种菇类。不过说回来哈，这个杏鲍菇它也是一种蘑菇。对。那么我们发没发现它有什么新的营养，或者是说它跟其他的蘑菇比较起来，没有什么独特的这种营养价值？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杏鲍菇的别名叫鲍鱼菇或者是干贝菇，就是因为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厚，质地呢又非常的脆嫩，尝起来呢口感上有一种鲍鱼的那种口感，而且又有一种让人愉快的这种杏仁的香味儿，所以叫杏鲍菇啊，杏仁和鲍鱼完美的结合。对，那它首先呢，它含有很多增强我们人体免疫力的一些物质，所以呢，就说那种想增强我们的体质，再就是抗癌的人呢，多吃点杏鲍菇。还有呢，这个杏鲍菇啊，可以降低人体的血脂，还有胆固醇。那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，或者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，也是提倡多吃点这个杏鲍菇类的。哎呦，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抗癌。对，杏鲍菇呢，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，它要高于其他的一些菌类，你像木耳，你像其他的一些蘑菇类，在杏鲍菇当中呢，相比而言的话，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更高的，而杏鲍菇的多糖的含量也非常高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多糖可以抗病毒，可以抗癌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，还对人体的心血管。心血管呢有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。保护，对，杏鲍菇呢，同时它又是一种这个低糖的一种物质，它的含糖量要比木耳和其他的菌类都要低，所以更适合糖尿病人吃杏鲍菇。健康，真的是健康。大厨，你看，咱今天挑的是这种洁白无瑕的哈，这个挑杏鲍菇有没有什么技巧？大厨，刚才说了，一定要挑这个硬实的，这种这个菇伞呢不要开的，不要开的。我们炸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大厨，这个增香，增香。蘑菇一般像我们吃一点点小的蘑菇就能感觉到非常好的鲜味。对。但如果是这么一大块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杏鲍菇呢有点素。真的是有点素，尤其你比如说在韩式烧烤店，你如果是单独烤杏鲍菇的话，你要是不加点这个五花肉一起配着吃，感觉吃起来的时候味道就不那么好。对，就因为这个杏鲍菇的肉质太肥厚，没错，然后反而就不太容易入味儿。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利于我们消化的？对对，因为它是一种这种高纤维的一种物质，它不但利于我们的消化，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胃肠的蠕动，促进消化。哎呦，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朋友呢，肯定现在看我们炸的，以为是我们炸地瓜、土豆、地瓜。对，因为它炸出来之后跟炸完土豆和地瓜一个颜色，对，都是这种金黄的颜色。其实你看哈，我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今天咱们炸的之前呢没有焯水，但一般我们在家里做这个平菇啊，或者说做这个香菇都要焯一下，对，这个有必要吗？就看你的这个烹饪方法，如果你是炒的话呢，你要焯一下水，如果你是烧的话呢，就直接过一下油就行了，因为这个蘑菇过油之后呢。它是这个非常的香，它这个香味呢跟它蘑菇本身的鲜味在一起，这个它做出来这个菜呢，这是个很完美的一种东西。鲜中要体现出来香来，对，别太素。对，因为大家都说这个蘑菇能提供除了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5种味道之外的第6种味道，就是鲜味儿。鲜味儿，对，就是因为这个所有的蘑菇类当中呢，都富含氨基酸，这个氨基酸就给人一种鲜的这种口感。所以说，如果这个蘑菇和其他的一些食材搭配呢，给其他的食材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味道上的。美味补充，闻一下它的香味儿，它是一种很特殊的香味儿。没错，没有过油的之前，炸的时候还有点那个蘑菇的味道，那种味道。这个呢，就掏一个窝，掏一个窝之后呢，把这个紫薯呢，这个酿进去。好，我先把它先一凉，然后先把这个紫薯调一下。之前呢，我们已经把紫薯在锅中蒸好了，然后呢压成这样的泥，很简单。你看，蒸完之后把皮去掉，压泥就可以了。这里面加一点蜂蜜。加一点炼乳，紫薯还要加蜂蜜，对，这个有点像调一个面点的感觉，对，甜味的。我感觉紫薯最近几年好像很流行，很火的一个。没错，我等我看看大厨，您这个蜂蜜大概要放多少？1勺，1小勺是行。那炼乳呢？炼乳也1勺，1勺炼乳，1勺蜂蜜，配上多少？其实紫薯呢？这是1颗半嘛，1个半，小的那种，小的那种。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个放甜味的东西呢，完全这个根据个人的喜好。没错，甜味的东西你也不怕多，你也不怕少，你喜欢也可以，是吧？你如果身体对糖不适应的话，那你就一点不要放。那南方人吃的话，尤其广东一带，他们肯定会放很多糖，他会放很多糖。那今天说到这个紫薯啊，
它这个造型就很漂亮，像地瓜，对对对。但是它好像就是地瓜的一种。为什么紫薯这么火呢？那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第113届会议当中呢，当选为最佳蔬菜的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是紫薯吗？是红薯。红薯，红薯，那就是我们说的地瓜。对，对它的评价就是一个富合多种维生素，同时又是抗癌的一个能手。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紫薯呢，要比红薯还要多出两种宝贝。一个是花青素，一个是硒元素。花青素是导致它变得这么紫的原因吗？对对，花青素是造成这个紫薯这个紫色的一个原因。那花青素呢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物质，它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。那你像现在这个我们世界上公认的最强的、最直接的、最有效的，也是最安全的这种抗自由基成分呢，就是花青素。那包括花青素多的桑葚，包括我们蓝莓，对，紫甘蓝，紫甘蓝带紫色的，一般的这种花青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。哎，那这个紫薯呢，除了含很丰富的这种花青素之外呢，很重要的一种元素就是硒元素。硒元素。再就是它铁的含量和钙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，所以说这2年这么火的一个原因。这个大自然呢是一种非常神奇的，越是这种颜色鲜艳的这种食材呢，可能对人体的补益作用更强。当然，这种我们说的颜色鲜艳是一种自然的，不是人工色素加工以后的那种颜色鲜艳。所以说呢，现在一些紫色的食品尤其被炒得很火。你看刚才提到的那种紫甘蓝、紫薯、蓝莓这些东西呢，它现在研究呢有一种很强的抗癌的一个效果。那现在好多人就说把食物呢分成3大类。肉类，然后蔬菜类，严格的说是叫动物性食材，动物性食材，植物性食材，还有一种就是菌类的，菌类包括什么杏鲍菇、各种蘑菇，包括木耳、银耳，对，竹荪啊，还有像口蘑啊，这些都是属于菌类的。那就可见，就是把这个菌类放在一个多重要的位置。那世界粮农组织呢，现在也推荐，就是我们最恰当的一种饮食搭配，就是1荤1素1菇。哎呦，1荤1素1菇，就是说保证你每顿饭都应该有点这个蘑菇搭配进去。对身体非常的好。我觉得这顿饭哈，咱真的哈酿点肉馅就更好了，就是有荤，然后有素，素呢里面肉馅里面搭点素菜也可以。对，这边刚才大厨呢已经沿着这4周哈，给它削成这样一个圆柱，用这个剪子把这个中间这个位置给它豁开，现在可以给它取出来了。把它取出来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它炸的时候虽然说外面已经干了，但里面还是有水分的，还是有水分。包括你掏开看里面，你看。对，里面还水汪汪的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馅儿酿进去。这个最好呢能有一个裱花袋把它裱上起来。我总感觉这道菜呢不像是一道菜，像是一道饭后的甜品，工艺品。对，工艺品。首先颜色上就让人赏心悦目。每次看紫薯都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它这种颜色很透亮的这种紫。而且紫色是富贵色嘛。那刚才老师也说了，紫色呢是富贵的颜色，也是一种色彩比较明快的颜色。那么现在马上过元旦，包括春节，一系列的节日到来的时候，在家里的餐桌上，你希望精彩纷呈的话，你可以多搭配一点这样的颜色。紫薯在家里这道菜就可以放上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既有吉祥的好兆头，而且又营养健康，还讨一个好口彩。没错。紫气东来嘛。对。大叔，我看你在做的时候，我在想。这就让我们吃了，是不是？不，这太平淡了。还有一步，还有一个步骤，还有一个步骤就是这个淋汁儿啊，蒸，要把它彻底的这个紫薯和这个杏鲍菇的味道相互融合在一起。你尝一下这个，因为这个蘑菇呢，做这个咸味的菜多，你做甜味的你还没对，没吃过。这是一个比较有心机的步骤。来，我们蒸一下它，好，放入冷屉之中。大概要蒸多久？蒸10分钟吧。10分钟入味儿就可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紫薯放进我们的笼屉中，慢慢的蒸了，需要蒸上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，让我们看看这紫薯和杏鲍菇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。现在呢，还是需要一点火力，马上就出锅了。不过在这个时间呢，我们给大家勾一个芡儿，然后呢淋在这个表面，就有味道了。调一个甜的汁。好，大叔，你拿出一个法宝，这是什么酱？这个冰花酸梅酱。我知道很多粤菜蘸烧腊都是这个酱吗？蘸烧腊、烧鹅、烧鸭。是吧？这吃煮熟，这个画皮煮熟一般都用这个酱。这个酱什么口味呢？就是酸甜的，带着酸酸的那种酸梅的。我吃过一次，我觉得它那个酸呢，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个话梅那么刺激的酸，也不像老醋那种酸，它是那种果酸。果酸对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做甜酸菜的时候都可以放一点。它光这么闻就很棒了，不用尝。
闻它的时候就已经生津了，对对，是不是？而且它会促进人体消化液的一个分泌，因为就是生津。对，望梅止渴嘛。哎呦，闻酱也能止渴。好，我们这边锅中呢来那么一点点蜂蜜，这道菜我们想让它甜口，所以说锅中来点蜂蜜好，是不是增甜？对，增甜。大厨，这里面这个酱红色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酸梅嘛，酸梅，整颗的酸梅，梅籽儿。好了，这个锅也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OK。它打开锅盖这一刻呢，我觉得紫薯的香味要是比这个杏鲍菇的香味呢要抢戏一些，是不是？热腾腾的，而且这个味道闻起来就特别暖和，很棒。是的。好，把它盘的有点烫，是不是？有点烫。好，你看到刚才很油的那个、很脆的那个杏鲍菇的外皮，现在已经变得有点褶皱了，像是这个苹果一样。而且有好多的汤汁，还有你这个水分会被蒸出来一些了。没错没错，包括蒸汽水呢，还会给它来一个铺垫，浇上这个汁儿就可以了。最后点睛之笔淋上这个汁儿，汁儿呢是酸梅的这种汁，记得哦，在粤菜中常有的，在超市中都能买到。对，那种冰块的酸梅酱就可以了。淋上一点，好嘞，出锅。造型看起来的时候呢，非常赏心悦目，而且我觉得适合在你这个元旦春节的时候，给你的家人做上这么一道，寓意着你们的运气在来年要紫气东来，寓意着你们的运气要红红火火，并且里面有杏鲍菇，还有鲍鱼的香味，是不是？咱们一起来尝一尝。我小一点的吧。有紫薯的甜，有杏鲍菇那种本身的鲜，关键一点的是外面淋这个汁儿还是酸的，酸酸的，有点小开胃了。是不是？我觉得这道菜比较女孩子，女孩看到这种菜的话，肯定想下口咬一下它，有点像甜点的感觉。大叔，这道菜是我们这个杏鲍菇一种新派的吃法。那第二道菜是用天妇罗来炸，杏鲍菇，这个出来的口感什么样子？这个就是脆的，外脆。这个炸的呢过程呢，我把它给酿了一点肉馅儿。这个吃起来呢，这个是，因为这个天妇罗呢，它是一个就是日本菜常用那种。烹饪方法，是不是天妇罗就是像淀粉一类的这种？就像淀粉一样，就是这样子的东西。就这样，哎，它炸起来比较脆，而且呢，它不吃油。这个因为炸那个杏鲍菇呢，这个它吃起来就非常好，外面是脆的，吃杏鲍菇是软的，然后里面还有点肉馅儿。我乍听这有点像炸茄盒，像不像？对，有点变异。炸茄盒，但是它要比茄盒那个口感要硬挺一些，因为茄盒本身比较软，是不是？那好，大厨这边天妇罗粉还有杏鲍菇给您准备好了。第一步我们怎么操作呢？第一步先调肉馅儿。肉馅儿呢，我们选择的是猪五花肉给它调。我这里面放了一点这个葱花和这个姜末啊，已经放了一点葱花和姜末。然后呢，在这个需要放一点酱油，来点酱油，一点点就行，一点酱油，就是1小半汤匙就可以了。再少放一点盐，那这个肉吧，这个肉末有点这个滋味儿，来点盐，好，调一调它，再加一点这个花生油。大厨，我想问一下您，本身就动物性脂肪里就已经有一点腻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加油？这样会不会腻上加腻？这个它不会腻的，因为这个花生油呢，这个它加的也不是很多，它加进去之后呢，它这个主要是增加这个，因为所有的这个带有馅儿类的东西，是吧？这个就像包饺子一样，你这个饺子好不好吃，主要是你这个油放的好不好，是吧？你有一种浓香的花生油，或者你有香油，你调的这个馅儿呢，肯定是好吃的，你就是调的馅儿的技法再好，没有油，没有这个油的香味儿，你这个馅儿也是很难吃的。哎呦，明白了。那我们这个油大概有多少？刚才就是放了，也就是能有20克。20克。我们的肉呢，大概多少？肉这是半斤，半斤的肉配上那么20克左右的，哎，就可以了。对，就是4小勺，大概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边呢我们馅调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要给这个我们的杏鲍菇来裹这个天妇罗粉，是不是？我先切下这个杏鲍菇，先切它。好，我们还没有酿。对。好，夹刀片，夹刀片呢，就是说在2片之间不给它切断，对，就像我们做切盒似的，没错，保留住就可以了。实际上我们今天做的是一种这个像类似日式料理，日式的天妇罗，对，因为这个天妇罗并不说是单独的一种菜肴，而是指一种油炸食品，油炸食品在日本人的这种，对，他们会炸一些虾，包括这种蔬菜，放在一份里面，摆一个很精致的造型。其实它最早的渊源还是借鉴于西方的油炸食物，西方的，对，你像16世纪，这个葡萄牙人呢的传教士和一些水手来到日本，就打开了日本的国门。那西方人是擅长做这种油炸食品的，那日本人呢就从
从这些西方人当中的油炸食品当中呢获得的灵感，发明了这个天妇罗。一般都是炸大虾，对，反而是被这个全世界各国人民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日式料理。没错，天妇罗，哎，都喜欢吃，尤其是孩子。这边我们切夹刀片的目的也是为了酿馅儿的时候酿的容易，对，一点馅儿就行，一点馅儿就行。好，这边都给它酿进去。天妇罗的粉我们在超市中就能买到，是不是？就能买到，哎。这个粉回来我们不用加工了，直接用就行。直接就行，就像我们买干淀粉是一样的。对。好，这边我们夹刀片好，都已经酿上肉馅了，看到没有？酿的呢很规矩哈，一点点不要露出来。这边呢，我们天妇罗粉已经准备好了。那我在想，大厨，我们是不是得加点水？加点水，不然的话也蘸不上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个水的比例有多少？我们今天天妇罗粉大概用多少呢？这个水的比例呢，就把它调成一个这个稠的糊状就行，小糊糊就可以了。对，再来一点水。哎，我感觉哈，调的时候你最好不要一次性把水放足。对，就是那样你掌握不好。这个尤其我认为在家里做饭呢，这个不要照着一些这个书本上的这些你斤两了、分量了来做菜，是吧？还是要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一个感觉来做菜，跟着感觉走，吃喝啥都有，吃喝啥都有。那我觉得，其实如果说你跟着感觉的话，你得经常看我们节目，对，必须。因为秉持在这边呢，每天都教大家一些烹饪技巧。对。哎，你看他调的，我觉得他调的这个感觉就是刚刚好，这时候就可以了，这就可以了。如果说再稀的话，就挂不住了，就挂不住了。大厨，你看，一般我们在家里挂糊都喜欢放点什么蛋清啊，或者全蛋之类的，咱这个不加，因为加鸡蛋呢，它容易这个发软，这样呢，它就是炸起来是个脆的。是不是天妇罗用来做糊的这种都不加鸡蛋？对，天妇罗粉它本身有一种感觉，就是炸出来酥，就要那种脆的口感，酥葱，这样蘸就可以了，这样也可以了。等于是也给在四外周呢封上口了。是，在这个油什么程度我们把它下进去？这个5、6成时候，5、6成就是已经开始流动的时候。对。我在日本料理店我看很多日本料理的厨师，他们炸天妇罗的时候手都要离得很近。对。但大家知道，炸虾可以，这个呢我们的扔抛进去就可以了。但是，一般天妇罗粉呢，它本身刚一接触油的时候，它立刻就会烹开。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虾条一样，哎，烹的很厉害。那如果说家里你经常做一些油炸类的食品呢，尤其是火糊的这种，那这里建议你可以使用天妇罗粉，不吸油出来的这种口感还脆脆的。对，脆，特别脆。那它最适合于所有这种需要炸糊的这种菜吗？适合于很多就是这个炸的青菜的，你就是说炸的很薄的菜，因为它这个最好呢就是一下一过油，对，出来就捞出来，要很快成熟的一些。那其实大厨，我在觉得今天咱用的是杏鲍菇，那这个季节大家很多人在家里喜欢煲点什么鸡汤啊之类的，可不可以在鸡汤里面也加点杏鲍菇，也结合一点这个菇的那种鲜的味道和有点像鲍鱼的那种味道？这个非常可以。这个加入杏鲍菇呢，你那时候一个是你喝鸡汤还是非常鲜美，对。再一个你吃这个蘑菇的时候呢，你是真正的吃这个鲍鱼的感觉。因为煲时间长一点，但你要这个在鸡里煲汤的时候呢，你要切的厚一点。切的这个厚一点的，吃起来呢，它就用这个蘑菇很滑，对，在鲍鱼的那种咕咚咕咚的感觉。对，而且要切厚。对，而且我们都知道那个煲汤以后呢，因为一般的是煲完汤以后再调味儿，就是还要放味精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。那味精主要是一种色甘酸钠，吃多了呢，可能对身体还有坏处。对，没错。对，而且让人口渴。那本身这个杏鲍菇它有特殊的这种鲍鱼的这种味道，还有杏仁的这种香味儿，而且呢，它的多种氨基酸就本身就提供这种很鲜美的这种味道了。那所以说你在煲汤的时候来一点杏鲍菇或者来点别的蘑菇菜都可以。杏鲍菇最好了，你还能感觉你的鸡汤中莫名其妙鲍鱼飞进来一只鲍鱼。对，就是它。杏鲍菇。你现在有很多这个用酒店做菜用杏鲍菇，这个做那种爆汁的。爆汁，用杏鲍菇做爆汁。对。杏鲍菇也能出来爆汁的这种口感和味道。就是说，就是做出一个鲍鱼的感觉。好。这道菜虽然说看上去炸起来油油的，但天妇罗粉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一会儿吃起来的时候呢，它不会觉得特别腻。对。这个我们还需要淋汁吗？这个不需要了，不需要。就是这个它吃的就是那种脆的感觉。是脆的感觉。其实怕把淋汁把它弄软它了。对，如果你想淋一些汁呢，你可以淋一些番茄酱啦，或者是这个黑椒汁啦，或者你任何的口味你都可以这个把它给
投入到去。我觉得吃这道菜你可以放在旁边蘸酱，也可以蘸我们上一道菜那种酸梅酱。没错，来，赶快我们尝一尝香喷喷、刚刚出锅的杏鲍菇。不腻，真不觉得腻。虽然这个杏鲍菇经过炸了以后，它是稍微有点软塌，但是要比茄盒那种更结实一点，肉质更厚一些吧，更紧实一点。对对对，因为天妇罗的关系哈，对，吃起来的时候呢更酥、更松，是不是更脆一些？那我想问一下，吃到最后呢，你在收口的时候，你会吃到这个蘑菇的这种鲜味。香味儿，回回的这种鲜味，很棒。